可以啊，这个去中东都没问题啊。云南的太阳太毒了，就来迪卡侬买个遮阳帽，因为接下来在这个中缅边境、中老边境都待挺长时间的，防晒很重要。你觉得哪个适合我呢？这个的话呢，可以有这种西部牛仔的造型啊，放下来呢，它又可以遮阳。像这种帽子呢，我家里面不同颜色迪卡侬的遮阳帽呢，应该是有3、4个的。这一次出门没带啊，感觉还是这种比较简约的适合我哈。哎，这还是整一个这个颜色不一样。来一件防晒夹克啊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一副墨镜79，一个帽子99。昆明站路上堵车很严重，刚才打了个滴滴来火车站，不到1公里，开了接近20分钟。云南昆明是我国著名的春城，这也是一座鲜花之城。昆明的斗南花卉市场呢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核心的鲜切花交易中心之一。走在路上呢，常能看到带着花环的女孩。昆明站，这个旅途疲惫的人们啊，等待着回到自己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地方。K6126，从昆明到河口北，大家猜我去哪里？原本想去西双版纳的，但是西双版纳要站票，没有坐票了，要站5个小时，一下子我打退堂鼓了。那我就在中间一站经停一下，住个1、2天。坐过那么多的火车，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买了硬座，他送我硬卧啊，叫硬座转硬卧。经过80分钟，从昆明站来到了玉溪。不只是昆明啊，好像云南所有的地方都是那种阳光明媚的蓝天白云，然后让人看了心情舒畅，天气特别好。这是我第2次来玉溪了，出口两旁是这个小吃店。车站前可供选择的公共交通挺多啊，还有这个出租车、3轮车、公交车。咱们坐最经济实惠的公交车，自觉投币1元哦，才1块钱啊，好实惠，1块钱就能坐公交车了。这座城市。其实从3年前开始旅行拍视频开始，我呢也一边旅行一边也在寻找适合旅居的地方。如果说我找到一座很喜欢的城市，可能我就会在那个地方定居。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所以我来云南很多次，也拍了很多云南的影片。云南呢被称为是中国候鸟式旅居的天花板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云南的气候，咱们众所周知啊，就是四季如春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闷热，全年的舒适度非常高，对中老年人特别友好。这里生活成本呢也比较友好，相对1线城市啊，房租、吃饭、日常开销呢都低不少。第3呢，就是自然环境很治愈，高原、阳光、蓝天白云、湖泊、山脉，让人很容易放松下来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大概是这里地处边陲吧，节奏比较慢，适合慢生活。很多人来云南呢，不只是旅游，更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哈。
少一点焦虑，适合发发呆、晒晒太阳啊，放空自己，看云卷云舒。那么说到云南公认的最受欢迎的旅居城市呢，昆明、曲靖、大理、西双版纳、丽江，还有我们此行的玉溪。你看这一片的自建房啊，应该是城中村吧，被城市包围了，所以这一片自建房好多民宿、旅馆、酒店。我订的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吧。哦，在6楼，天啊，朋友们，好久没住到6楼还没电梯的大床房啊，采光挺好的。洗手间，这个是60块钱啊，能住到一个这样的房间，在昆明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是这边就是楼层比较高啊，农民的自建房，但是就是在市中心嘛，也挺好的啊。哇，不仅采光好，而且凉风习习的哈，楼层高就有这个优点。窗外啊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建个5、6层、6、7层的楼房哈，处在这个城中村啊。我宁愿住这种农民的自建房啊，都比过那种连锁的宾馆要好，因为你能感觉到这个主人啊，他在用心的经营自己家的这个酒店，所以我觉得挺干净的。这房间真的舒服啊！本来想着在玉溪只住1个晚上，看着挺舒适的，加上玉溪又是一个就是适合旅居的这么一个城市啊，所以我就想着在这里多住几天。可能在这一座我觉得慢悠悠的小城啊，骑个小电车晃晃悠悠的，挺舒服的。现在6点半了吧，你看太阳还在天空中啊，这边估计到7点钟左右这个天才开始黑。我2年前来过一次玉溪旅游啊，拍了2集影片，然后我在玉溪转了一圈，来到这里呢是唯一一个我想起来我来过的地方，这个物美价廉的快餐啊，好多记忆都模糊了，唯有我记得我来过这家店吃饭。你看这家店非常接地气的，就是大众化的一个店铺。老板是怎么收费呢？说什么算什么钱？8块钱。这个一个麻婆豆腐，一个青椒炒肉8块钱，物美价廉，便宜管饱啊！哦，肉也打得多，你看。我2年前来过啊。都没有变，都是那个价。荤菜是一个多少钱？1块5，差2块5。哦，3块的。30多个菜。70多个，我们现在卖了。这家店开多少年了？2代人了，40多年。哦。8块钱吃，可以说是2个荤菜，或者说1荤1素了，真的是老百姓的食堂呀。哦，这家一居宾馆，2年前我来这里问房间，不太合适，然后我又换了一间，看来是个过去的记忆不断的苏醒啊。这边的特色美食呢，有这个酱香鸡啊，还有呱呱甜粉，有这个鳝鱼米线啊，我们尝一尝。玉溪的街道呢，沥青路啊，给我感觉就是很干净，真的很干净。但这里有一点垃圾的公交站啊，但是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干净的，锃亮的，而且呢，街道都感觉比较安静，就没有那种车流的喧嚣啊。特别是我刚才走那些小马路的时候，觉得这座城市又干净又安静的。涧水红薯，卖兔子，卖大白菜，卖鸭蛋啊，卖鞋子，真的这个混搭可以说不拘一格哈。卖这个纸币啊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这个假钱不敢卖嘛，真的。这种都多少年没见过了？真
这个要1000多一张，真的要1000多一张。这个你要不要？这个350一张。我天，翻了几百倍了哈！是啊。哎，又一个熟悉的记忆唤醒了。那时候我也来过这里吃，这家店叫挂狗头，玉溪老味道。来一个鳝鱼米线吧，这边的特色。哎姐，这个一个要多少钱6块钱10个。6块钱10个，一个就6毛钱啊。他拿过来我们还腌制一下的。哎，人要半份吗？可以。你看，在这个昆明的一些这个网红市集，我都没吃这个，我就是要等到来到小地方了，然后在这种社区的小店里面吃，感觉会更地道。在这里吃啊，要个小碗的啊。大的。哇，这么多给我几个啊？不用这样子。没有。谢谢，好精致的摆盘哈。这两菜摆好了。给谁啊？这里推荐啊，鳝鱼米线、羊肉米线，这么多调味料。薄荷叶，在云南的米线店永远少不了这个配菜啊。这高汤啊，还是开水？开水啊。再来一次。看一下，第几件？哇，这个，大家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木姜子根啊！哇，这调味很别致的一个调味方法，自助的，用刀刮这个，来一点薄荷啊，当蔬菜吃啊。再来点这个包菜，这个是韭菜碎。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卖鳝鱼米线，这烤豆腐才3块钱，鳝鱼米线12块钱。看一下这个鳝鱼。这个口感很嫩滑，有点辣，不是很咸啊，有一点那个烤焦的那个味道哈。试一下这个，2个蘸水啊，辣椒面，还有这个是辣椒，还有香菜、酱油，先蘸这个试。外焦里嫩嘛，里面那部分挺水滑的。应该是蘸一点这个，然后再蘸一点这个。米线里还有这个，在我们那边叫炸猪皮，这边叫叶子啊。看这个鳝鱼跟这个蒜头一起炖的，这鳝鱼的话很嫩，入口即化，差不多。有点辣啊！来这里舀一碗高汤，这个是用土鸡熬的高汤嘛，加了一点那个韭菜碎，你看。一整只鸡啊！哇塞啊！好，慢慢切。这种米线是很细的啊，它不像是吃那个螺蛳粉那种很韧的那种
绵绵软软，很韧劲的。它这种就是有点弹牙，然后一碰就断。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螺蛳粉的那种米线。这个腌的包菜挺好吃的，解腻。一般一个要烤多久就可以了？2分钟。在这家店吃的所有东西，好像是这一碗鸡汤是最美味的，喝的第2碗了。挂狗头店边上的聂耳公园，著名的作曲家聂耳故乡就是玉溪。这是一个吉他的造型。聂耳先生的雕像，1912年到1935年，享年才23岁啊，真是天妒英才。打牌唱歌，一个退休人的一个娱乐公园。安逸啊，真安逸啊！和昆明一样，这玉溪这个城市也是显得非常的翠绿。也许可能是因为来的时间是4月份，哇，就是那种翠绿欲滴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怀揣着梦想去拼搏，以不同的角色，原来我的生活也这么多光泽。在从昆明来到玉溪市之前，我在昆明逛了它的官渡古镇。这是一个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镇，这里既是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，也是玉满滇中的古渡口和佛教圣地。不到1.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就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5山6寺7阁8庙。这里文物古迹众多，其中以妙湛寺金刚塔最为著名。来好了，2碗。包浆走啊！马上。整个官渡古镇尤为著名的就是眼前的妙湛寺金刚塔。
看一眼这个就不枉此行了。我是坐了一次共享电车到地铁站，地铁站坐了8站，到了一个站以后又出来又坐一个共享电车，就说是换成了3趟车才来这的，花了1个小时左右。妙战寺金刚塔位于官渡区官渡古镇妙战寺前，又名妙战寺石塔，建于公元1458年，清康熙35年及公元1696年因地震4角小塔损毁，后又因遭受地下水侵蚀，塔基下沉。2001年对金刚塔实施了原址整体顶深2.7米。妙战寺金刚塔整体用砂石建造，基座为十字穿心正方形，边长10.52米，高4.7米，十字通道穹顶正中嵌9会一印曼陀罗，上有5座覆钵式塔，分别象征密宗5部5佛，故称金刚塔。总高17.13米，中心主塔须弥座4角分别刻有4粒造像，四面皆有弧门，每面弧门各有浮雕3块，雕刻有法器和佛陀坐骑。前面我们说到，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，不同区的佛教传统在这里交汇，既有中原汉传佛教的寺庙体系，也受到藏传佛教的一个建筑跟信仰的影响。这种融合呢，在眼前的妙战寺金刚塔上呢有所体现啊。后面呢就是这个妙战寺东塔啊，东塔后面就是妙战寺。这就是妙战寺啊，斋饭啊，开放时间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啊。专门做护发的，知道不？大雄宝殿。妙战寺包括天王殿、罗汉殿、大雄宝殿。妙战寺双塔位于官渡街道办事处官渡古镇。妙战寺塔原有2座，建于公元1327年到1335年。1834年发生了地震，西塔被毁，西塔重建于2002年，塔为13层密檐方形实心砖塔。
你想吃啊？这个不懂啊，人家吃去了。美食街。小猫咪。哪里？好，吃碗生烫牛肉米线啊！招牌生烫牛肉粉，就2-3片牛肉，14块钱。还有这个薄荷跟这个芝麻。晚餐，朋友们，薄荷洋芋上来了啊，是不是很有胃口？是不是？第一次看到这个薄荷搭配洋芋哈。炸薄荷，辣味很淡，咸咸的。洋芋的话，它是这个洋芋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我以为是那种炸得很蓬松的，应该是焯熟了，焯熟了以后放在这个锅里面炒一下，放一点辣椒，放一点油啊。但是刚刚焯熟了这个洋芋啊，这薄荷叶你们这么吃过吗，朋友们？这一份8块8啊。味道一般吧，我喜欢它那种蓬松的。哦，这个汤挺好喝的，该吃2个水煮鸡蛋了。还好，就剩这些。这个什么美食这么走俏，一年卖出了25万个。这个关渡粑粑哈，关渡最出名的就是关渡粑粑。放到明天能吃吗？可以吃啊，明天。关渡粑粑手工现烤啊！对，关渡粑粑很出名的，来关渡就是特产了，这个是。我在海源市那个集市上吃过这个，肯定没有我们家的正宗。关渡的粑粑做的最好。好，来个明天吃哈。几年前就听说过关渡粑粑了哈，刚好今天来到关渡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属于是关渡古镇啊，买了一个3块钱。这个鲜花馅的，冷了也好吃，明天当早餐。真的，我就发现这个市场就有这个魔力哈。我来到这里本来都不想吃晚餐了，刚才就吃了那个生烫牛肉粉，然后又看到这个鲜花关渡粑粑。看，现在商家为了引流啊，你看闸前建了这么一个水车瀑布，这是大饼啊！关渡鲁氏汤粑粑，早年老店，3块钱一个。哟，这又有一家卖粑粑的。3块钱一个。关渡粑粑。那个就来1个。这个玫瑰花是昆明当地的，哇，里面这个花瓣挺多的，很香甜，还不错，挺好吃的。就是软绵跟酥松啊，这个粑粑的部分，鲜花酱的部分就很香甜。
还是不嫉妒不张狂，活出自己。光你的回忆有多窒息，你们来一起。你知道你的不坚定，配合我颠沛流离。来云南哈，买的最多的这个水里的手办，大概就是鲜花饼了吧。所以这边很多的鲜花饼商店啊，各式各样的。我们看啊，为了这个制作鲜花饼啊，种植了3000亩的有机玫瑰基地。试一下这种。不建议你放冰箱，影响口感。哎呀，我已经给了。鲜肉光饼，这是短短一段路第3家官渡88了，非遗小吃。云南跟广西一样，都是中国连接东南亚的一个门户啊。云南呢是跟越南、老挝接壤的啊，还有缅甸啊。那么，所以这边也看到挺多东南亚商品特产的一些商店，缅甸大象、泰国银饰、非洲鼓、越南工艺。哦，鲜花罩。哇，好美！传统服饰哈。除了鲜花饼，云南特产还有小粒咖啡。这是彝族的传统服饰。官渡，这是刚才那个是南门，这是西门吧？来都来了，跟这个牌坊合个照。真的就已经5、6。卧云楼。我来到了做鲜花制成。前面我们看到那一家鲜花饼的店铺，他说他家自有的这个鲜花种植基地有3000亩啊，而这一家更多，有5000亩有机认证鲜花基地啊。我感觉在整个云南啊，这个鲜花饼的品牌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家呢。你看，现烤玫瑰鲜花饼4元一个，坚果鲜花饼。云南小粒咖啡。云南小粒咖啡啊。杨丽萍老师的咖啡店。种植在哪个地方？在云南保山咖喱贡山有3000多亩咖啡种植基地，有个咖啡庄园。怒江那一片啊。对，看一下咖啡。杨丽萍老师的咖啡店啊，这个是阿拉比卡的啊。
有说有笑的，感觉云南的藏族真的是爱跳舞的民族。这一次来昆明啊，跟我几年前来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一次呢，在街上啊，常能看到藏族同胞呢载歌载舞的。在中国，咱们知道云南省被称为民族大省，这里不仅风景多样，民族文化呢也极为丰富。中国呢共有56个民族，而云南除了汉族之外，还长居聚居着25个少数民族，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。这些民族大多分布在不同的山地、河谷和边境地区，比如彝族、哈尼族、傣族等，形成了一山不同族、十里不同俗的独特格局。其中呢，正在我们眼前载歌载舞的藏族同胞，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这个西北部，比如迪庆藏族自治州，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，海拔较高，文化呢和生活方式与西藏地区一脉相承。此外呢，在云南跟怒江一带也有少量藏族同胞分布，而昆明呢又是云南的省会城市，藏族同胞来到云南昆明定居呢也不在少数。所以正因为这样的多民族交融共居，云南呢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，不同语言、服饰、节日、信仰在这里并存，让这片土地不仅是自然风光的宝库，更是一座活着的民族文化博物馆。依然是这么多人排队，古法茶熏鸡腿都让我有点想吃了，是有多好吃，值得排那么长的队来等这个鸡腿。你看这个鸡腿滋滋冒油啊，裹了这个辣椒粉吧，好像是。你觉得戴上去会更好看吗？没有，但是单纯的想戴。刚才那个小女孩说，刚才有一个小哥哥问我们什么什么，真的听得我好暖心啊！因为我这个年纪已经几乎没有小朋友会叫我小哥哥了，都是叫我叔叔了。到了回家了，这个傍晚的时候来的哈，那时候天亮，玩着玩着玩到天黑回家了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，请帮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影片呢，我们将走进云南最大的夜市哈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